Hello，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怎么用 Hetabase 做线上课程的笔记。那其实整个流程呢，和书籍的阅读笔记蛮类似的。我会先边上课边记重点，然后先得出一张线性笔记，最后再透过 Hetabase 的白板功能呢，把笔记内容原子化，来加深自己的理解。那我觉得它和阅读笔记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课程是用听的嘛，它不一定会有一个文本让你事后去细读细拆，所以在听的过程中呢，为了去维持我听课的 flow， 通常我就是只会记重点，然后不会逐字的记录。那当然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我今天上的线上课程呢是 Master Class， 它不像是一些大专院校开的专业课程，会从很多基本的原理开始讲，或是带到很多硬技术的内容。那 Master Class 它主打的呢是请来业界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分享他们在该领域的观点或是经验。我觉得反而有一种和这些大师们交朋友，听他们心路历程的感觉。那至于内容到底就是实不实务啊，或者有没有实作的部分，我觉得就很看讲师。今天我分享的这位 Billy Collins 呢，他的内容就有蛮多实作练习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帮助蛮多的。如果你是喜欢跨领域学习的人，我觉得 Master Class 呢应该就会蛮适合你的。它整体的难易程度也都偏入门，算是简单。但如果你是想要有系统的学习一门领域，或是深究某项学问的话，可能去上一些其他大学开的线上课程会比较有帮助。接下来就进到我的笔记流程，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张线性笔记，因为是边听边记，所以你会看到这张笔记内容呢看起来蛮碎片，不是那么完整。所以我在第一次听完课之后呢，我就会检视这张线性笔记，看有没有哪里是我看不懂或是缺乏上下文的说明的，我就会去找到对应的课堂再听一次，做一些补充。另外呢 Masterclass 也有提供一些阅读材料，那我也会看看有哪些内容可以加进我的线性笔记里。这些事情做完后呢，我就会开始依照原子笔记的形式来拆解重组这些内容。那首先我会先把笔记中不同的概念都先拆碎，然后再把拆完的内容还有阅读材料的这个划线内容去依照这个概念的相似度去重新分组。那 Billy Collins 这门课本身的架构我觉得还蛮清楚的，讲师他开篇就先点出他的观点，他觉得诗的重点在于其形式，然后依照这个观点去做展开，先从诗的组成要素开始讲，可能有怎么下标，然后开场，以及每一个段落可以怎么做，他就一一去解释，然后再带到如何去玩形式，玩一些诗的形式，做出一首有美感的诗。那像是调整一些视觉上的空间形状，或是听觉上的音韵节奏这样子。那最后呢，他就会再搭配一些案例赏析。那我觉得其实整体结构都算蛮清楚的，所以我主要是花时间在内容的精炼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卡片的标题，就是我在事后整理完笔记，然后可能上网爬文，然后重新去梳理一下，然后用自己的话重新阐述。那我觉得这一个过程就可以让我对这些观念更加的清楚。最后想再和大家简单补充一下，我觉得线上课程以 Masterclass 来说的话，不是每一堂课或是每一门课都需要做笔记，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看你个人对于这门领域的知识的熟悉度来做就好。可能有些东西就是只记重点，有些如果很常听到，我觉得就不用再去逐一记下那些你已熟悉的内容。然后另外呢 Masterclass 上面的课程真的蛮多的，所以如果你是稍微重视效率，想听到一些比较没听过的内容，或是比较具体实务的内容的话，我会这样调课。首先依照有兴趣的主题调，然后点进去那一位讲师的课程之后，我会先挑就是比较吸引我的标题的那几堂课来听。那其实听完这几堂，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作者讲的内容到底符不符合你的需求了。那有些课我觉得也不见得要全部听完，就是听到有趣的，或是你觉得很新颖没听过的，就把它记成一张原子化的卡片就好。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内容有任何疑问、任何新的回馈，都很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那也很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我们下次见。